所以黄金地段的绝佳土地通常都是大建商啊，你去挑这个有什么不好哦？你又不是要买整块地，你买其中一户而已哦。基于这个前提以下，我会去看这个建案，也就是这社区大概规划几户，户数我会抓在200上下，因为这个户数的社区要维持正常运作没有什么问题，像是你们要养警卫24小时那日常维护干嘛的？那如果你的户数往下降，例如说不到100户，那这个警卫会变成就晚上不来那你叫个外送，你要自己下来1楼慢慢等，什么体验就会变差，品质就会受影响。我说生活品质啊。再来你要知道，不要买2房很多的社区2房多的社区本身没有不好它的问题是在于说，很多投资客会买2房来出租，然后2房一定会比3房的总价还来便宜因为那个贷款可以贷80%嘛，然后它权重小嘛。小资族买房数避开大地雷，挑建案必学这3招先说结论：第一，买大建商的房子；第二，挑200户左右的社区；第三，避开2户多的社区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个礼拜聊了样品屋怎么看，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今天我想跟你讨论建案怎么挑接下来就是挑建案。那我不会跟你说哪个建商好，哪个建商不好，这个你自己去做功课去判断，因为每个县市都不一样然后网络上的资料不一定对，因为大建商他盖的建案多，所以其中有1-2案的1-2户出包很正常我不是要帮他们开脱只是我跟你说啊，房地产盖房这件事情是大型手工艺品，那本来就会很容易有问题那如果我是买预售屋的话，我的第一优先一定是大建商，因为大建商的财务状况比较稳不太可能会遇到什么建商跑路他合约什么的也都不太会乱来，所以买起来比较安全。而且大建商他有一个能力是小建商做不到的，就是去狩猎超黄金的土地就很好的土地，好嘎地啦然后那个在什么台中七期的大陆路口啦，那种土地规划出来，大概只有大建商有本事去买小建商没有钱钱不够那大建商才有办法吃。所以黄金地段的绝佳土地通常都是大建商啊，你去挑这个有什么不好你又不是要买整块地，你买其中一户而已基于这个前提以下，我会去看这个建案，也就是这社区大概规划几户，户数我会抓在200上下，因为这个户数的社区要维持正常运作没有什么问题，像是你们要养警卫24小时那日常维护干嘛的？那如果你的户数往下降，例如说不到100户，那这个警卫会变成就晚上不来那你叫个外送，你要自己下来1楼慢慢等，什么体验就会变差，品质就会受影响。我说生活品质啊。再来你要知道，不要买2房很多的社区2房多的社区本身没有不好它的问题是在于说，很多投资客会买2房来出租，然后2房一定会比3房的总价还来便宜因为那个贷款可以贷80%嘛，然后它权重小嘛。OK， 好，这样就衍生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社区的住户组成很复杂，可能8+9好，那因为有些投资客他就是房子租了出去就好8+9他也租那就8+9这一个族群有一个特性，就是很喜欢新房子可能这样带气辣比较有面子之类的，所以他们就会来租这个新灿灿的2房。好，那一个社区只要2户是8+9就好了我跟你说那个环境就会有状况，半夜喧哗是一回事你在电梯都会看到槟榔渣新灿灿的电梯槟榔渣反正不是他的房，而且那个8+9族群很喜欢养那个小型犬，可能是七辣养的。好，那个小型犬尿在走道，尿在楼梯间，他好像都不关他的事这样。我8+9就是比较没差啦我们也不是说人家坏人或什么，他就觉得说狗尿是不是很正常那我们看到你这样子没有公德心然后他就问你公德心是什么反正就是这样那个投资客屋主不会管你的反正他就说反正就这样知道会处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好，就这样。最好的方法就是一开始怎样，你去避开这种社区你要知道，从交屋后才开始算持有时间好，我们来聊一个蛮多那个我的会员自己也会误会就是你买预售屋，那你的持有时间是从交屋开始缴贷款开始算这会影响什么？以前没有现在影响很剧烈，就是房地合一 2.0
你的房子持有2年之内卖出，课税是45%哦。这个2年之内你听起来没什么，实际上很多人都遇到这种族群，叫做交屋后立刻就要卖掉哦，因为他可能3年前买的，现在要交屋了已经有涨幅了，交屋后他要卖掉，45%哦，所以大家会去做装潢嘛哦，来2到5年35%，5年以上20%，没有落日哦，你放7年8年10几年也都是20%，所以现在大家都是怎样，就尽量持有5年以上再去卖哦，到第6年的第1天再去卖。好。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你买预售屋，你买是预售，他不会马上交屋嘛？哦，他可能铁皮围起来而已，都还没盖。那你这个房子可能3年后交屋哦，遇到缺工缺料什么的哦，那就延，比方说3年半4年哦，那交屋以后才算持有时间。假设你今年下定，3年后交屋 ，OK， 你这个房子你想要去闪那个税负的话，最快能卖的时间没有任何意外的时间，叫做8年后。8年后已经2032、33年了，对不对？那以现在房地产政策的变化速度，超快，今年真的是超快，对不对？6月13号理监事会议，跟那个9月19号理监事会议就可以差这么多了那8年呢？8年后会怎样？没有人知道。而且你的钱一卡在这里就是8年那这个虽然不算什么问题但是我们从机会成本的角度来看，不一定有利，你不觉得吗？那如果你想清楚了，还是想买预售 ，OK， 你就买没什么问题。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我们今天讲预售屋的建案要怎么挑，我有3个建议。第一，尽量找大建商，因为大建商他不会倒，那他的土地通常比较好。第二，找200户左右的社区，200户左右的范围都能够正常运作，养电梯、养管理员不会有什么因为经费不足，然后警卫就变得只有白天才有第三，避开2房房型多的社区这个社区本身没有问题怕的是很多投资客买，然后乱租就租给8+9，那整个社区开始变得乌烟瘴气那最后我也提醒了你说，现在因为房地合一税 2.0， 大家都是持有5年以后才会去卖房子，但预售屋会先缴钱，所以你的资金你要预期一卡8年，如果你觉得 OK 的话，你再买预售对这几件事情先讲，不然怕忘记。就现在不是房地产吹冷风嘛，这已经是事实了。那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跟你分享一下。先说台北台北市、新北市。那台北目前依然持续在成交那成交的行情没有特别的高，也没有特别的低，就行情这样。只是说现在的买方分布已经变成说 50% 是自住换屋那 50% 是财富传承，投资客几乎都离开台北了。那我想这个也不赖嘛，就没有投资客在那边恶性炒作那前面讲到那个 50% 自住换屋很重要的考量就是小朋友的学区所以蛋黄依然非常坚挺那 50% 的财富传承那财富传承讲的就是就天龙人嘛有钱的天龙人，那通常都是怎样？长辈就是看生几个小孩，然后每个小孩一人帮他们买一间这样要给小孩的这种属性，所以他那个也没有要投资，也没有要炒作啦，就是保值就好财富传承那你有钱，你要放在全台湾最顶尖的房地产市场来自住换屋或是财富传承都可以只是说现在成交在4500万以上已经是目前的常态我居然还有观众去买超过1亿的大安区房子，然后他们说我台北前辈的团队服务是非常的顶级他们的家族很满意这样对，所以你要看那些财富传承用的房子或者好学区的房子你就加我前辈的 LINE 小老鼠拜台北，小老鼠买台北这样加了，你就看到他的大头贴那个是助理在顾的那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这些房子给你参考。 OK 那讲完台北，讲高雄高雄的情况是也一样，市场降温那之前的乱买乱出价族群就不见了，我认为这样很好，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专心瞄准重大建设，就比较不会有那外行乱出高价的乱，你知道。那自从我拍了会员影片我会员影片不是都会拍重大建设吗？那陆陆续续我拍了高雄的重大建设有楠梓台积电到凹子底3大开发案，富邦凹子底 BOT 案，到71期4地重划，新高雄火车站，到亚洲新湾区
你们观众很奇怪我拍一个重大建设，你们就跟着买一个重大建设附近。高雄我是很有信心啊，没想到说，这个观众好像比我还有信心买的比我还贵，买的比我还多，真是蛮夸张那看好高雄，你瞄准重大建设，就找我推荐的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700坪，高雄最大房仲店。那在高雄你要卖还是要买那你就给他们一条龙就好了，就跟我一样，我过去10几年都是他们处理的，这是真的那我付的中介费这样子加起来早就超过7位数。那你看我还是愿意推荐他们就是真的很没问题嘛很专业很 OK。他们的 LINE 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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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鼠5个 go 那他们有答应我说会 po 在这支 LINE 的房子是都会挑过就是专门给买房阿元的观众。那这些房子都怎样，都适合自产，也都在重大建设旁边，你可以加那个 LINE 来看看高雄没有台北那么贵那高雄的重大建设，我还做了一个高雄重大建设加美食地图的 Google Map Map 地图反正你点开那个地图就是我做的那个重大建设地图跟很多那个 YouTuber 不是来拍来吃高雄，对不对？那些他们吃的店我都把它点出来，这样都插在地图上，反正就是美食跟重大建设都摆在一起。你要来高雄玩还是你要看房子那你都可以参考这张地图这个我也花蛮多时间做的那我自己也用得很开心因为我就是平常没事我都看那些 YouTuber 吃吃喝喝我去吃这样那使用的方法是你要去我的那个影片的资讯栏复制那个连结，然后贴在你的手机浏览器上打开来看才会正常你直接点那个连结它会内建打开你的 Google Map这个 app 那不对，那打开来很多问题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你就是用浏览器开就复制那个地图连结再贴到浏览器去打开，这样才会正常好啦，以上台北的 LINE高雄的 LINE重大建设跟美食地图你都有了，那就祝你自产顺利，来高雄玩得开心，赞赞。讲故事，正妹7号年轻有朝气，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无限的想象。他决心要买一间预售来实现他的梦想他有一个简单的3大原则：第一是选择大建商，毕竟大品牌还有保障；第二，社区户数要适中，太大容易杂乱，太小又怕没有人气；第三是避免那些到处都是投资客的社区，他可不想住在一群房东中间像是住进了一个短租公寓。在挑选的过程中，正妹7号遇到了一个看起来很完美的社区，这个社区由大建商开发，户数刚刚好，价格也不贵，看起来都很 OK。直到他发现这个社区里投资客就像雨后春笋一般冒出来那原本的心动都开始变成了害怕，但签约都签了，还能怎么样？好景不长终于交屋了。正妹7号搬进去没多久，他就开始感到一股不安的氛围邻居们来来去去然后没有几个是真正的住户所有权人都是租客，而且他们的生活习惯有的好有的不好那甚至还有一些看起来像变态的会尾随他进电梯。某天他发现自己看了很久的那个邻居结果也是投资客。当他鼓起勇气试图与他建立起那个邻居的情谊的时候，对方却冷淡的告诉他我只是在等房价上涨，然后就要卖掉正妹7号的心就像被铁锤重重的捶打了一下，他开始怀疑自己所有的选择因为他每天在社区里看到的都不是人情味，而是冰冷的门牌跟那个投资资产的涨幅而已。他认为那是他的家，可是人家认为这只是炒房用的货那他有一种落差感，这样在这里他就不太有感受到家的温暖，反而有一种被金钱操弄的孤寂。就在他决定要卖掉房子离开这个没有感情的社区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让他遇到了真正的邻居这个邻居是温柔的老奶奶，因为年纪大了，那不想再搬家，那也时常就会招呼正妹7号去他家里吃饭拿水果等等那终于遇到一个温暖的人在冰冷的社区里，但是命运又似乎狠狠地踩了正妹7号一脚。奶奶说不久以后她也不能住了，她要搬到养老院，因为孩子需要用钱那正妹7号就失魂落魄了走回自己的房子。
他不知道要怎么面对没有人情味的社区哦。那生活总是要过。最后，正面信号决定留下来，因为他在社区的中庭花园捡到一只小猫，看着这小猫可怜的样子，就好像看到当初还没买房子的自己一样。他对自己说，有时候家并不是你选择的地方，而是你选择去爱的地方。哦，这句话让他哭了，也让他笑了。